小飞眼睛蹭的一下就亮了起来，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小飞跑到那些刑具旁，挑了一根看起来像棍子的奇怪的器具，朝着地上狠狠挥去。这个顺手可以打闷棍。吴叔见他拿好了，把修饰放在桌上的鞭子缠在了腰间，又拿起一把铁锤子，示意小孩跟着他的脚步走。两人出了房门就往相反的方向猛跑，风在耳边咆哮着，犹如地府的梵音。不要停下来，一直往前跑。若是敢停下来，那些被埋的尸体就是他们的结局。砰！小飞来不及刹车，直直撞上了一个戴着抹额的男子，手里的棍子因手腕脱力滚了出去。小飞，吴叔看着小飞撞上了不知哪家，这服饰好像是姑苏蓝氏啊，有救了。吴叔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跑！小飞见自己跑不了了，一把抱住对方的大腿，声嘶力竭地喊道。那名蓝氏弟子不知所措地看着死死抱住自己大腿的小男孩，发现自己一想要抬脚，对方就会想咬自己。蓝依晨无奈地眨了眨眼，选择等那个大人带走小孩。自己的师兄听到动静已经折回了过来，师兄捡的是什么？小飞，放手！那是姑苏蓝氏的修士，是好人。吴叔连忙走到蓝依晨身边，拍了拍摄生护自己的小孩子，一时感慨良多。活了大半辈子，第一个敢为自己赴死的，竟然是一个认识不到数月的小孩子。师兄，他们正是后面前往火场的蓝家弟子。大伯，你们这个是哪里得来的？蓝轩燕捡起摔落一旁的刑棍，温和地问道。吴叔把身上带着的铁锤子一起给了蓝轩燕，拉着小飞向两人解释了来龙去脉。蓝曦臣看着手里的刑具，听着门生汇报着此处炼尸场的情况，垂眸陷入了深思。如果按门生转述的时间点倒推，是在魏公子上乱葬岗之后。乱葬岗之后有什么重要的时间节点可以促使炼尸推进？蓝曦臣缓步走动间，忽然想到一个人，不对，或者说应该是一具不生不死且具有自我意识的活尸——鬼将军温宁。金家真的舍得将鬼将军挫骨扬灰吗？这个念头忽地闯入脑海。金陵台鬼将军失控，可如果蓝曦臣没有记错，当初温氏姐弟上金陵台本就是负荆请罪，以死还罪去的，为何会突然失控杀了那么多人？蓝曦臣那几日为了照顾重伤的弟弟并未前往，只派一些弟子过去，最后收到的消息就是弟子刚至金陵台便遇鬼将军失控发狂而遇害。或许就此事可以问一下当日一直在场围观的其他家族人士。蓝曦臣收回心思，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将此歪风邪气止住。清河聂氏，一堆印有不同家纹的刑具散落在地，其中一朵紫色的酒瓣莲尤为显眼。大厅里无人敢说话，大气都不敢出。聂明觉气急反笑了，他怎么都没想到还能在炼尸场发现找到其他世家的东西，还那么巧合都是刑具，好得很呐。宗主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大长老现在也很头疼，总共就4个大家族，2个都走上了炼尸的路子。若只有一个金家，虽说金家自射日之争后战力损失最少，家族也没有什么影响，但聂兰江3家合力还是足够应对金家。现在摊上了一个云梦江氏，江宗主若真稀罕这战斗力，当初又何必把那魏无羡赶出去？一个魏无羡不比这些人强，难道有猫腻？聂明觉冷哼道，这些宗门是不是围剿魏无羡跑最前头的那些？云梦江氏是围剿乱葬岗的主力，这一战直接奠定世家基础。兰陵金氏不夜天歃血为盟，号召仙门百家铲除夷陵老祖，还世间一个海晏河清。若没有后面这些个炼尸场，聂明觉还愿意相信几分。现在只剩一声冷笑了，到底是因为金子轩的死，还是因为魏无羡不能归入麾下？你们谁去过乱葬岗？看看这里面认识多少？聂明觉没有去乱葬岗，只派了部分门生弟子前往。现看着在场的内门弟子，径直问道。在场的弟子中默默举了几只手起来，而其中一只手正是之前偷溜进议事厅的聂小乐。聂明觉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转头看向3长老，具体人员安排是交由3长老负责的。但聂明觉很明确自己和对方说过，年纪小的不宜上乱葬岗。乱葬岗行动明明安排的是成年修士前往，所以聂小乐这个未成年怎么进去的？聂小乐，
你翅膀硬了，你等着，回头再收拾你。聂小乐是五长老家的孩子，五长老自然也看到了，眼里夹杂着责备，又有少许的庆幸。其中一名内门弟子恰巧站立在散落的器具旁，遂半蹲下身子，将自己那日在乱葬岗见过的家文挑拣了出来。乱葬岗一行已过去了近半个月，印象深刻也主要因为他们当时和疯了一样，抢在前头跑到伏魔洞，生怕没有东西可分。那一个个修士甚至为了半张手稿大打出手，杀红了眼也抢红了眼。有几个修士负伤，甚至不是因为乱葬岗的凶尸，而是因为自己身旁的人想要他手里的残稿，那一幕真的很难忘记。宗主，这些家文我曾在乱葬岗一行见过。聂明觉皱着眉头看向挑拣后的刑具，近70%是参与过围剿的家族，这占比多少有点过分。